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8日晚间19点2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今天中午11点呢出现了一个新低啊，比特币的新低呢出现在34279。这种行情下呢，单边的下行让很多人发生了爆仓。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9位数以上的大佬出现了爆仓。所以呢，在行情当中啊，无论你资金多少啊，顺势而为啊，我的 K 线西游战法讲的也是顺势而为，是在行情当中获利的唯一途径啊。很多人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选择抄底啊，我这里面没有抄底的这个概念啊。做行情一定要顺势而为啊。这个单边的下跌呢，是由小的时间级别不断的放大到大的时间级别上来的。我在这几堂课上一直在说，它的这轮下跌呢，是由2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组成的。同时呢，我也说了，周线级别的下跌呢，最终会发生。那什么是日线级别的下跌呢？我们看到了上方高点$48,000是我们这轮行情反弹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阻力位。这个阻力位呢，是由去年8月份和去年12月份啊这2个筹码密集区延伸过来的。3月31日的这一天呢，出现了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后面的震荡呢，我们都认为它是妖怪。这些妖怪啊，影响了你对空头的判断。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一定要看图啊。唐僧阴线组这组 K 线完成之后，我用红色圈画出来的这组 K 线完成之后，完成了第一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第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然后反复对这个唐僧下跌阴线唐僧这个位置啊做干扰性 K 线做震荡，形成了一个大的箱体啊。然后呢，我说4月26日的这根阴线是另一根标志性阴线，是日线级别的标志性的阴线。这根阴线出现后呢，代表了第2轮日线级别下跌开始了啊。虽然中途有反弹，我认为它是干扰 K 线。然后呢，目前我们运行在日线级别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啊。这轮行情呢，第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我用红色方块画了出来啊，3组 K 线组。那当前的位置，今天下跌完成之后啊，进入到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一定要通过合并 K 线啊，合并 K 线之后，你会对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有了解啊。那 K 线西游战法呢，主要就是各时间级别4个人物啊，分别是悟空、8阶、沙僧啊、唐僧这4个人物啊。你了解自己的位置之后，你会对他下一个位置有预期。同时呢，如果预期失落的情况下、失败的情况下啊，你可以设置止损。如果在单边下跌的行情当中啊，比如说目前处在日线级别沙僧位的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上呢，你选择进场的话啊，等待它反弹到它上一个人物的收盘价的这个位置上啊，进场就可以。比如说目前的点位是34799，如果它能反弹到它上一轮行情的啊人物的底边线的这个位置啊，收盘价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34815现在变成815了，34815如果能够反弹到35500，反弹到这个位置，你进场空头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啊，是安全的。所以呢，根据 K 线西游战法，你对行情当中有各时间级别的预期啊，有预期的情况下啊，你能找到能够进场的位置。同时呢， K 线西游战法给了行情当中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方向。比如说在这轮行情当中，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啊，第1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啊，它做了第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目前处在这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啊。那下跌西游嘛，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可能放大到周线级别啊，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做空的这个方向的预期。
啊，那你在行情当中就容易找到进场的位置，你方向明了了。第二个点就是找到进场的位置怎么样进场K 线西游战法，整个战法当中都在讲如何顺势而为像我这个仓位，像我开的这个单子2741进场的，然后2630的时候获利40%，这是10倍杠杆；2539的时候获利73%一直说的事儿就是做空。为什么做空呢？跌破44000美金之后，行情进入一个熊市的状态所以呢一定要做空一定要做空。方向我们清楚了，紧接着就是找位置。每天都有新朋友来看我这个节目，所以我每天都要为大家找到一个好的位置。那在当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新低，出现新低之后8戒日线8戒的这个底边线，8戒阴线的收盘价就是我们进场的位置一旦反弹到35500就是我们进场的位置。止损呢可以设置到36000为什么设置在36000呢？因为这里面有个筹码密集区这里面有个筹码密集区这个底边线这里进场之后36000设置止损到了就跑，如果不到的话就拿一下，坚持拿一下，尽量的要多拿一段时间在没破止损的情况下，没打到止损的情况下，没有打到止损的情况下，尽量要多拿一段时间，因为趋势在这儿呢，最终要完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目前呢处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杀生位的这个位置上，分别是悟空阴线、8戒阴线组、杀生阴线那本周呢是处在杀生阴线的这个位置上。下一个目标呢，我认为会跌破33000美金。33000美金呢是波谷连线，我们看周线这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一旦跌破的话，下行的空间将要打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连线呢非常重要，是去年1月份连接过来的。根据江恩的4次波谷法则呢，如果出现4次波谷的话，非常容易跌破。那跌破33000美金的这个支撑呢，下行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22000如果发生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目标是32000到33000这个区间。那如果发生月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呢？月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目前我们处在一个杀生位的这个位置上。月线级别下跌西游的目标位是在22000到24000这个区间月线级别下跌西游，因为行情的下跌它是加速的你看第一根阴线是出现在去年11月份月线级别，它是非常短的，然后不断的增大不断的增长我看的是现在是一个对数的坐标系，不断的跌速会加快的不断的加快所以呢，我认为这轮行情比特币还有跌80%的可能性，上轮行情当中呢，比特币的跌幅达到了85%，那这轮行情如果跌80%高点是接近7万美金，对吧？2714就是14000美金以下的比特币，在今年是有可能看到的。所以呢，向下的空间呢还有很多，至少有1倍的下跌空间所以呢，我认为在当前呢空头趋势的当中顺势而为做空，然后在做空的途中呢找到能够做空的位置然后布局我们的仓位顺势而为才能在行情当中吃大肉，获多的利润。以太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跌破的结构特别是近3天来，我们看到它跌破了这个弧形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了这个弧形的结构呢是由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在5月6日这一天发生了跌破。同时呢，我们看这轮行情我用紫色方块画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分别是悟空阴线、8戒阴线组、杀生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那么5月5日这根阴线，我们认为是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悟空阴线新的一轮，因为它跌破了
前面的箱体结构跌破之后，它是新的一轮悟空阴线，然后这两根阴线呢是八戒阴线因为它们两个之间互相有关联。然后今天是沙僧阴线再往下走跌到24000跌到2400就是唐僧阴线构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第二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周线上看呢，周线上的下跌西游呢，我认为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那现在处于一个周线级别沙僧阴线组的位置上再往下跌呢，我认为是2200美金，以太坊的价格2200美金。在这个结构上看我们看到了绿色线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2600美金这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目前已经基本上要跌破了。跌破之后，我认为以太坊的下行空间将要完全打开最终呢形成月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和比特币类似月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但是不同的是，比特币目前处在月线级别八戒阴线的这个位置上，这是一个八戒阴线组那月线级别呢就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我认为这轮行情以太坊肯定会跌破1000美金的，后面还有更大的跌幅在等着我们所以呢进场空单是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要做的。那怎样进场空单呢？我们从结构上去看我把它调整到日线。如果反弹能够到达一个压力位我们认为是进场空头的一个安全的位置。那哪个位置是安全的位置呢？我们看这里面有一个白色线，也就是前面行情当中下跌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白色线呢在2650美金这里面存在一个压力位。日线级别我们看完了之后，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如果能够发生反弹到2650这里是一个进场空头仓位的一个位置现在是周日美股开盘要在周一晚上9点半，所以呢还有机会这个以太坊还有机会做反弹。如果能够反弹到2650可以进场空头仓位止损的位置呢，我认为是红色线这里。我们看一下4小时线，那你看红色线是我画的这个弧形结构，这个弧形结构呢是由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2650呢是一个压力线。压力线进场之后，如果能够到达弧线的这个位置，也就是2750美金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上这是我们下一步做防御的位置也是我们的止损位所以呢这轮行情处在单边下跌的行情当中，处在一个退2进1的行情当中。在这个行情当中只能做空头，只能做顺势而为的动作进场空单。如果发生反弹呢，一定要找到它的阻力区间阻力区间就是在2650美金在这个位置上布局空单，然后止损呢在上方一点点的位置上设置一个止损位这个位置呢，止损位的位置呢是它上一个结构，就是这个弧形的这个低点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那我们看到在5月6日跌破了这个弧形的底边线它就进入到了下一个结构当中那我们进场的位置就是在白色线的这个压力的位置，止损线就是在弧形的这个线区域范围2750美金设置止损。然后我们说一下 JAL 我们看它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这样呢4小时级别下跌完成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没有反弹之后继续下跌这样呢在时间级别上，它的下跌的时间级别将要放大到日线级别。我们看日线级别这里分别出现了悟空和八戒阴线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就有可能在日线级别上接着往下走，最终呢我们可能会看到
$6附近的 GAL 啊，$6附近的 GAL 啊，就是它4小时级别下跌完成之后，没有出现好的反弹，继续下行的话，下行的时间级别将要放大到日线级别啊。这种情况下呢，你要等待它日线级别完成之后啊，做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的小时线或者4小时线级别的反弹啊，在反弹趋势上可以这样做。那在下跌趋势上呢，你可以做顺势而为的动作。做什么呢？就是做第2轮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啊，建立空单啊，建立空单。在什么位置上建立呢？我认为在均线附近啊，如果能反弹到均线附近啊，这里面一个是5日均线，一个是10日均线嘛。蓝色线是5日均线，粉色线是10日均线。在均线如果能反弹到 10.57 啊到 11.45 这个位置上啊，受均线压制的话啊，在这个位置这个区域上啊做空即可啊。所以呢，总体来说要顺应行情去做啊。目前是下跌趋势由4小时级别放大到日线级别，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反弹，是你做空进场空头的一个时间点。同时呢，我认为它会在日线级别上啊做出一轮下跌。这样的话呢，你如果抄底的话，耐心等待它完成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啊，再进场多头啊，再抄底。抄底呢，我认为是利润很小的一个动作啊，因为它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很可能做的就是一轮小时线的反弹。小时线的反弹呢，利润不多啊，快进快出，这样打可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